一份真正的地毯式覆蓋的東京新宿的购物全攻略，今天将開啟第一期。今天的攻略總共有18家好店，其中3家呢是頻道會員專屬，2家在地美食。所有店鋪的開業時間、退稅、Google Map 等資訊呢都放在下方資訊欄裡。那麼攻略開啟。第一家就是元哥滿心力薦的東京神吉選品店，歷史悠久被稱為日本選物店的御三家之一的 United Arrows， 創立於1989年，幾十年來呢屹立不倒，引領日本的穿搭風向，而且呢幾乎在日本每一個城市的每個商場呢都有開店。但這裡說一下呀，跟 Beams 很類似，商場裡的店呢一般針對上班族客群，沒那麼有潮流感，但是這一家新宿店呢還是很推的，規模完全不同，除了自家的品牌以外呢，選品也超豐富。比如說呢 Blooms 品牌，它的華服格 T 呢是高人氣的定番作，還有呢 Captain Sunshine 這幾年人氣逐漸走高，這一件半透明的 Spima 棉襯衫呢，元哥的26夏季新品的影片裡剛剛介紹過，以及安柚子的品牌開領呢是這幾年的流行新趨勢，這款的話呢用了英倫格紋的元素，夏天穿上清爽又帥氣。Lilakus 呢是近幾年新崛起的日系時裝品牌，以及呢 A-Tone 等等這一些呢都是常出現在元哥頻道的日牌。除了選品呢 UA 自家旗下也有很多條線，定位不同，但都是保持着高 CP 值的價位。其中呢 Beauty and Youth 支線呢走都市型男路線，革紙纖維是近幾年日系夏裝非常主流的一個材質，清爽透氣。這一款呢針織短袖的價位呢只要1萬日幣出頭。H Beauty and Youth 呢則算是高端支線，不需要跑到南青山的旗艦店，其實新宿呢也可以入手。以及呢 Monkey Time 是旗下針對年輕族群的支線，比如這個呢超深 V 的船長領就是今年東京年輕人穿搭中呢最紅的視覺元素之一了，在 MT 的新品裡你一定能見到。店內還有一個戶外專區，不論是 Goldwin 還是呢北臉指標等等人氣的戶外系日牌都有引進。除了服飾，從球鞋、皮鞋到包包款式或是各類的小配件，這家 UA 呢都有選，應有盡有，而且呢店員服務熱情，總之是非常的好逛。不同於 Beams 更多針對海外遊客市場， UA 呢更接近日本本土的型男穿搭品味，說起來還真是更原汁原味一些。总之呢算是來新宿元哥力推的必逛的一站了，地段也夠黄金夠方便，新宿站南口出來 Lumine One 商場1層就是。說起來呢，第一次來新宿的印象大家一般都會說，首先這裡是永遠的人山人海，第二呢就是太像一個巨大的迷宮了。你是否有在新宿走到暈的經歷呢？不用覺得不好意思，因為就算東京本地人來新宿也很容易迷路。但元哥呢可以說是東京逛街購物的專家了，新宿早已了若指掌。我是覺得呢其實沒有那麼難掌控，只要你搞懂了一個新宿的基本地理邏輯呢，很容易就能搞清楚自己身在何處，該去往何方。那麼新宿的地理邏輯就是呢，以 JR 新宿站為中心，分為核心圈和周邊圈。核心圈呢就是3家 Lumine 百貨，以及呢一家高級版本的 Lumine， 就是呢 New Woman。咱們今天的新宿攻略是第一期，就是呢跟着元哥，我們會把呢核心圈的 Lumine 逛明白。那麼建議大家逛新宿呢，從最地標級別的南口出站，然後呢，元哥會按照順序介紹一下 Lumine One、Lumine Two 以及呢 Isto 這3家圍繞着新宿站的百貨，到底有哪些好店值得逛？剛剛的 UA 呢，其實就在 Lumine One 商場的1層，旁邊呢還有這一家 Tomorrowland， 這個品牌呢就是定位在日本白領的日常職場穿搭，在上班族中呢人氣很高，想找日系通勤裝的兄弟可以來看一看。那麼其他樓層呢，真的沒什麼可逛的。元哥建議呢，直接上來5層。這裡呢有一家 B Shop， 是非常有名的人氣選品店，主打呢歐式的生活方式和審美。如果你有讀過呢日本很熱門的一本穿搭雜誌 Men's Fudge 的話呢，就應該能理解B Shop 追求的這一種呢簡潔清新的穿搭氛圍了。在這家店呢，可以找到日產版本的 Brooks Brothers 襯衫，剛好呢元哥今天自己也有穿，看到就覺得很親切，也有很多簡潔清新系的
的日牌選品，比如呢岡山品牌 All Slow， 主打寬鬆的 Super Dad 版型的牛仔褲啊很人氣，還有這一件呢 Chambray 襯衫，水洗做的也真的很漂亮，以及呢日系 City Boy 風格的代表品牌之一的 Sedan， 還有呢另一個法國老牌工裝品牌 Danton。 當然呢現在已經類似北臉指標一樣呢是日本獨立運營的品牌了。東京上班族放假休閒時啊真的很喜歡穿Danton，這一家 B-Shop 裡呢是超級的全了。另外這一家的配件和家居小物啊也都選得很有自己的特色。然後呢同一層啊還有這一家日系戶外的門臉級別的品牌吧，雪峰 Snow Peak， 不僅有戶外服飾可以選，戶外裝備的一些小物呢也都有陳列。很多朋友來日本時呢也都很喜歡選一件雪峰的鈦杯作為呢伴手禮帶上。然後呢新宿的 Lumine 1號百貨啊就逛到這裡，咱們轉移到緊鄰的 Lumine 2號百貨，看看呢有什麼潮流店鋪可以打卡。能看到呢還是以女裝為主的，但不代表呢男生就完全沒得逛。3層的話呢有這一家老牌的箱包品牌了 Masterpiece， 創立於呢上世紀90年代，因為堅固耐用和大膽用色的拼接設計風格呢一直深受日本上班族的喜愛。上來4層呢還有一家 Relume Journal Standard。 Relume 呢在 JS 的體系中呢主打 CP 值和年輕化，想找一些既有日系潮流感又平價的品牌和單品，來這家就對了。那麼呢 Lumine 2值得兄弟們逛的店啊就這麼多。接下來我們走一小段距離去 JR 新宿站的東口的 Lumine Esto。 為什麼不叫 Lumine 3呢？我猜這個 Esto 啊其實就是東口的意思，比較好理解也容易記。那麼建議大家進商場後啊先直接下來 B2 有必逛的店。第一家呢就是主打平價的 Freaks Store， 可以說呢是日本的學生族啊最愛的一家日潮店鋪，不僅有相對平價的日潮選品，也會有長谷川昭雄創立的2個 City Boy 風格品牌 Nautica Japan 以及呢 Column。不遠啊就是很多兄弟們來日本旅行呢必打卡的 Beams 的新宿店了。元哥剛剛也提到過呀，一般商場中的 Beams 呢就會稍微差了點意思，選品風格啊太偏向大眾。不過這一家新宿店呢還是相對來說好很多的，因為呢新宿客流夠大，所以啊店不小，相對來說呢選品也會豐富很多。門口就看到了 Beams 今年一整年的主題呢都會是慶祝自己誕生50周年，這一套呢跟 Ralph Lauren 的聯名單品啊就是50周年慶典的單品之一。這一邊的 Timberland 的聯名款呢也是。我感覺啊這一家新宿店的經營方針呢就是平均主義，主打一個呢雨露均沾的選品風格。有 Beams 的主線能看到呢今年依然主打 Y2K style， 也有選品啊日系主流的品牌。指標的這一條呢雙褶短褲啊看着還不錯，還有呢卡其風格的 Beams Plus， 文化屬性的 Beams T， 以及呢這幾年新崛起的主打都市通勤的新支線 Beams A。BPR Beams 呢則是 Beams 的家居小物支線。此外的話呢球鞋啊配飾啊還是包包也都有。新宿店呢雖然特色不足啊，但是什麼都有，逛起來呢倒是夠高效，方便節奏緊張的遊客來快速掃貨。回中虎這幾年呢應該算是日系球鞋中的人氣王者了，就在 Beams 旁邊的這一家店呢也是新開的。看來啊發現新店的遊客呢還不算多，所以呢沒別家店那麼的擁擠。也許呢運氣好的話呀，來這家就可以碰到你心儀配色的那一雙保底鞋。上來 B1 呢，這裡有一家日本箱包老牌，主打一針入魂工藝的 Porter Yoshida， 跟新宿站連通。也許你在趕電車時呢，曾行色匆匆的路過了這一家。雖然不比表參道的旗艦店的規模，但勝在呢位置夠方便，主推款啊還是聯名款也都能看到。接下來呢，兄弟們就直接上5層就好了，因為中間這些層呢都是女裝品牌，跳過。LHP 呢是一家偏向美潮風格的選品店，也是老店了，人氣的 Needles 的 Track 系列呢非常的全。接下來呢是知名度超高的日牌選品名店 Studios。 我發現呢各家連鎖大牌的新宿店啊都主打這個特色呢，就是平均主義。不算大的空間內呢還集合了 Second 和 Third 的子店，選物風格呢也有輕微的不同。 Studios 呢不多介紹了，風格不濃烈，但主流的日牌呢都有。
隨着 Y2K 的風一直在吹 ，Mizuno 呢也跟隨 Asics 的人氣啊一起飆升起來。另外呢，這幾年啊正裝化的球鞋呢也是超人氣。Wave 科技的樂福鞋呢，我專門找了一下，還真是沒看到。看來短期內呢還是很難隨意的入手啊。也許你來逛的時候呢，可以試試看，碰下運氣。那麼呢，5層還有一家417 Edifice， 元哥呢在 Top 10個平價日牌的清單中呢曾推薦過。如果這次日本之行啊預算有限，又想第一次呢嘗試體驗一下日系穿搭的風格呢，也許這一家呀是很不錯的一個選項。而且呢，417還有一個日產系列，品質不差，價位呢也就1-2萬日元左右。那麼逛到這裡啊，3家 Lumine 的潮流購物店鋪呢就告一段落。接下來呢是有口皆碑的元哥在地美食推薦時間。第一家呢，應該是很多人都聽過的新宿排隊名店了，五之神製作所。雖然日式拉麵啊名聲在外，但說實話呀，元哥個人呢還是更偏好蘸麵一些。這家的話呢，主打暴力級別的蝦湯頭，彈牙有嚼勁的全麥麵，沾上了濃厚的蝦湯，確實呢口味很獨特。排隊的人啊多了點，但還是很值得的。麵的價位呢都是1000元出頭，確實良心啊。當然呢，新宿作為拉麵和蘸麵的基站區啊，元哥覺得呢也還有更勝這家一籌的選擇。下期攻略中呢再推一家，和元哥一樣呢是沾麵愛好者的話呢，可以對比吃看看。那麼呢，因為本頻道的觀眾啊基本都是男生，感覺呢還是要推一家呀肉食動物狂喜的名店 Steaky Max， 主打呢量大管飽，補充能量啊才能再逛一天，只要呢1-2千日元就可以大口吃牛排或是漢堡肉。而且呢別家配菜啊一般都是花椰菜啊胡蘿蔔之類的，這家的呢居然是炸雞，還有多種醬汁可以選，吃到最後呢也不會膩。餐時間啊比較容易排隊，不過呢翻桌率也還算蠻快的。以上呢就是咱們新宿地毯式攻略的第1期啊，下一集中呢我們將繼續逛遍新宿的商場中的潮流名店，還會呢推隱藏在新宿的米其林星級平價美食。兄弟們啊，記得按個讚，咱們下期攻略見啦！